我們到底有沒有被外星文明發現？很多人覺得答案是否定的，畢竟宇宙太大了。银河系直徑超過10萬光年，而地球只不過是太陽系裡一顆再普通不過的岩石行星。如果把银河系縮小成一張中國地圖，那麼地球甚至連一粒沙子都算不上。在這樣的尺度下，誰會注意到我們呢？但如果我告訴你，科學家現在越來越擔心的已經不是外星人能不能發現我們，而是我們可能早就已经把自己的位置暴露出去了。甚至从某種意義上說，人類文明正在向整個银河系不停地廣播自己的存在。更讓人吃驚的是，這一切並不是從今天才開始，而是已經持續了100多年。那麼問題來了，如果銀河系裡真的存在其他文明，他們會不會早就知道了地球？甚至他们会不会已经觀察我們很久了？今天我們就來聊聊這個讓無數科學家爭論至今的話題：地球文明是否已經在宇宙中暴露？很多人一提到這個問題，首先想到的就是旅行者號。1977年，人類發射了旅行者1號和旅行者2號。為了向未來可能遇到的外星文明介紹地球，人類還專門在探測器上安裝了一張著名的金唱片，裡面記錄着地球的位置、人類的語言、音樂以及各種信息。因此，不少人一直擔心，如果未來某一天外星文明撿到了這張唱片，那豈不是等於把地球地址直接送到了別人手裡？聽起來似乎很有道理，但實際上這種擔心可能有點多餘。因為旅行者號實在太慢了，就算到今天，飛得最遠的旅行者1號距離地球大約250億公里。這個數字看起來很誇張，但放在銀河系尺度下，幾乎可以忽略不計。按照現在的速度，它需要數萬年才能穿越太陽系外圍的奧爾特雲，而想飛到距離最近的恆星系統，至少還要數萬年。換句話說，如果把旅行者號比作一封寄往銀河系的信，那麼這封信現在可能連小區大門都還沒走出去。所以說，真正可能暴露地球的，從來不是旅行者號，而是我們自己。在這裡，先問你一個問題：我們是怎麼發現那些遙遠系外行星的？不知道吧？我來告訴你，最常見的方法之一就是凌日法。簡單來說，當一顆行星從恆星前方經過時，會擋住極少量恆星光線。雖然變化非常微弱，但只要儀器足夠靈敏，我們依然能夠發現它。過去幾十年裡，人類利用這種方法發現了數千顆系外行星。這下問題又來了，既然我們能這麼幹，為什麼外星文明不能這麼幹？如果某個文明位於正確的觀測方向，那麼當地球從太陽前方經過時，它們同樣能夠發現地球。而且事情遠沒有這麼簡單。現代天文學已經不僅僅滿足於發現行星，科學家還能分析行星大氣層，比如氧氣、甲烷、水蒸氣、二氧化碳等等，通過這些信息判斷那裡是否適合生命存在。最近幾年，人類對 K28b 等系外行星的研究之所以頻繁登上新聞，就是因為科學家試圖通過大氣光譜尋找生命跡象。換句話說，我們正在做的事情，很可能也是別的文明正在對地球做的事情。而如果他們的技術比我們先進得多，情況可能更加誇張，因為他們看到的不只是生命，還有文明。科學家把這種文明留下的特殊痕跡稱為技術簽名。什麼叫技術簽名？舉個簡單例子，氧氣可能來自植物，甲烷可能來自微生物，這些都不一定代表智慧生命。但有些東西就完全不一樣了，比如氯氟烃，比如四氟化碳，比如各種工業化學污染物，這些物質幾乎不可能通過自然過程大量產生，它們更像是工業文明活動留下的指紋。如果一個外星文明能夠分析地球大氣，那麼他們或許早就發現這顆藍色星球上存在着某種會制造工業污染的智慧生物。其實真正讓科學家擔心的還不是這些化學痕跡，而是無線電。因為從19世紀末開始，地球就像突然打開了一盞燈，無線電廣播、電視信號、軍事雷達、衛星通訊、深空探測、GPS 導航、互聯網基礎設施，這些技術都在不斷向外太空釋放電磁波。很多人覺得手機信號離開地球幾公里就沒了，實際上並不是。因為部分無線電信號會以光速向宇宙傳播，雖然隨着距離增加會越來越微弱，但它們並沒有消失，它們只是正在遠離我們。
如果把這些信號看作漣漪，那麼從100多年前開始，人類文明就在銀河系中制造了一個不斷擴大的電磁波氣泡。這個氣泡每年擴大1光年，如今已經超過100光年。也就是說，在距離地球100多光年的範圍內，理論上已經存在發現我們文明跡象的可能。說到這裡，很多人會問了，既然如此，為什麼直到今天我們還沒有收到任何外星文明的回應？答案其實很簡單，還是光速。假設距離地球100光年外存在一個文明，他們今天接收到的是100年前的地球信號，而如果他們立刻回复，那還需要100年才能傳回來，一來一回就是200年，對吧？這意味着，即便外星文明此刻已經知道我們的存在，我們也未必能夠知道他們已經知道。更有意思的是，我們现在看到的整個宇宙其實全部都是過去。太陽是8分鐘前的太陽，木星是幾十分鐘前的木星，距離我們250萬光年的仙女座星系則是250萬年前的樣子。宇宙中的一切信息都被光速锁在時間裡，因此文明之間最大的障礙可能不是距離，而是时间。而接下來這個問題可能才是真正值得思考的。如果銀河系裡存在一個比人類先進1萬年的文明，他們會怎麼看待地球？對我們來說，現代人看1萬年前的人類祖先，大概就像看原始部落。那麼一個領先我們1萬年的文明，會不會也把人類視作剛剛學會使用工具的孩子？他們會不會早就發現了地球，只是懶得回應，甚至根本沒有興趣接觸我們？畢竟在人類歷史上，當2個文明之間存在巨大技術差距時，強勢的一方往往不會主動交流，而是觀察、記錄、研究。說到這裡，你會突然發現一個細思極恐的問題：也許我們一直在尋找外星人，但真正的情況可能恰恰相反。也許從很久以前開始，是他們一直在觀察我們，只是我們不知道而已。當然，直到今天，我們依然沒有任何確凿證據證明外星文明存在，更沒有證據證明地球已經被發現。但有一點幾乎可以確定，隨着無線電信號不斷向外擴散，隨着工業活動持續改變地球大氣，隨着未來更多深空通訊系統投入使用，地球文明留下的痕跡正在变得越來越明顯。那個不斷擴大的文明氣泡正在以光速向銀河系蔓延，而它最終會遇到什麼，沒有人知道。也許什麼都不會發生，也許某一天，某個遙遠文明會在數據中發現一顆圍繞黃色恆星運行的藍色行星，那裡有氧氣，有海洋，有工業污染物，還有大量人工無線電信號。然後他們會得出一個結論：這裡存在智慧生命。而當那一天真正到來的時候，人類歷史或許將迎來最重要的一次認知顛覆，因為我們終於會知道，宇宙中最孤獨的問題，從來不是有沒有外星人，而是當別人發現我們的時候，我們準備好了嗎？這裡是宇宙之思，宇宙很大，人類很小，但是探索星辰大海，我們從未停步。